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现在正是新鲜大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正宗糖蒜的腌制方法，几十年的配方秘诀全告诉你，保证你腌出来的糖蒜酸甜脆爽，特别的好吃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些新鲜的大蒜，选择大蒜的时候最好选择紫皮大蒜，还要新鲜度高，没有变干，没有长毛，并且表皮完好，没有磕碰的大蒜。符合这些条件的大蒜才能腌制糖蒜，做出来口感脆嫩，也不会变质。把大蒜剥去外皮，这里剥掉2层或者是3层都可以，再用剪刀将根部剪掉，头部也剪去一些，头尾部剪掉一些之后，大蒜腌制会更加入味儿。如果遇到坏的要拿出来，以免影响其他的蒜。今天我买的大蒜还比较便宜，才3块5一斤。朋友们，你们那的价格是多少呢？现在的大蒜十分脆嫩，用它来做糖蒜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所以说爱吃糖蒜的朋友，趁这个季节一定要多腌一些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放入清水中，多清洗2遍。洗好后放入盆中，在里面加入2勺食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手把食盐搅拌融化，把大蒜放入盐水中浸泡一下，不仅可以杀菌，还可以去除大蒜里边的辛辣味儿，至少浸泡4个小时以上。现在大蒜已经浸泡好了，给它捞出来，头部朝下放在篮子里，充分的晾干水分，一定要晾干一些，这样腌出来的大蒜才不会起白花变质，保存的时间也会更久一些。这个时间调个料汁，无水无油的锅里加入300毫升的香醋，500毫升的白醋，200克的白糖，100克冰糖，100克红糖，10几粒的花椒，2个八角，20克的食盐，最后加入2勺蜂蜜。加蜂蜜会使腌制的糖蒜口感更妙，酸甜度也更佳。用勺子搅拌均匀，开大火烧开。烧开后关火放凉备用。在做料汁的时候记得不要加水，也不要加油。这时候大蒜的水分已经完全晾干了，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玻璃罐子，玻璃罐子最好用开水烫一烫，盖子也要烫一下，能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再把大蒜放进来，这里千万不要选择铁罐或者是塑料罐，否则腌出的糖蒜味道会不够纯正，有一股铁锈味。再将完全放凉的糖醋汁倒进来，这是3斤蒜的配方，这个比例非常好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糖醋汁刚好没过糖蒜，加入1瓶盖高度白酒，这样能起到防腐、保质、增香的作用。该让盖子密封起来，拧紧，再给它稍微晃动一下，腌制会更加入味儿。这样好吃的糖蒜就做好了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，腌15天以后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样腌的大蒜不腥不辣，酸甜可口，非常的好吃。腌的时间越久越入味儿，放1年也不会坏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喜欢吃大蒜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天热要多吃一些绿豆，但是很多人用绿豆不是熬粥就是煮汤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绿豆的新做法，出锅松软又香甜，孩子点名要吃，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盆中准备200克绿豆，绿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粗粮，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平时可以适当给家人吃一些，
对身体好处非常多。但是我们在清洗绿豆的时候不需要过度的揉搓，避免营养的流失。一般清洗1到2次就可以，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给它清洗干净，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营养。绿豆清洗干净之后，在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绿豆就可以。放入冰箱冷藏浸泡1个晚上，或者是4个小时。时间到了，现在绿豆已经吸足了水分，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控水捞出来，倒入破壁机里，再加入500毫升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打上30分钟，把它打成细腻的糊状，尽量多打一会儿，打得细腻一点。打好后倒入大一点的盆中，在里面加入4颗酵母粉，用筷子把酵母粉搅拌至溶解，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发酵。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面粉，根据绿豆糊和面粉的含水量，我们要少量多次的加入，一直用筷子不停的搅拌。我这里大约加了300克普通面粉，搅拌至无面粉颗粒呈现浓稠和丝滑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一层保鲜膜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至2倍大。这个时间碗中准备1把红枣，倒入少许清水，把红枣打湿，在里面加入1勺面粉，再加入半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。红枣在晾晒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直接用清水洗是很难清洗干净的。加入面粉有很好的吸附作用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能很好的去除红枣褶皱里的杂质和灰尘。抓至感觉有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藏在沟沟壑壑里的尘土都给它搓洗出来。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。红枣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是各种水果中的佼佼者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多种氨基酸、蛋白质以及铁、磷等矿物质。平时可以多吃一些，对身体特别好。洗好后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把红枣两边的枣肉切下来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，中间带枣核的也不要浪费掉。将两边切下来，把切下来的肉改刀切成小碎丁。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。小碗中准备1把葡萄干，倒入少许清水，把葡萄干打湿，在里面加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。大家不要嫌麻烦，因为这些沟壑里藏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清洗干净，这样给家人吃着也放心。抓匀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这里要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清洗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糊也已经发酵好了，用筷子稍微搅拌上1-2分钟，给它排一下气，里边满满的蜂窝状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。搅拌好之后，将红枣碎加进来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红枣碎和面糊充分融合在一起。像这样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4个小碗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一点食用油，防止粘连，不用刷的太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每个碗底撒入几个葡萄干，增加香甜的口感，也更好脱模。然后将面糊慢慢的倒进来，一次不要倒的太多，大约是6-7分满就可以。用铲子整理平整。
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面糊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和碗差不多持平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周围摆上1圈红枣，点缀一下。中间再放上1个葡萄干，这样会更加的好看。撒一点黑芝麻，像这样就行。由于葡萄干和红枣都比较香甜，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美食就无需加糖，吃起来会更加的健康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做好后，放入蒸笼里，冷水上锅蒸，这样面糊会有再次醒发的过程，蒸出来的发糕才会更加蓬松。盖上盖子，上气后蒸35分钟就熟了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关火再焖上3分钟，这样能防止塌陷回缩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红枣香扑鼻而来。现在把它取出来。稍微放凉后，用铲子刮一下，这样更容易脱模。再给它倒扣脱模，看一下，非常的暄软。像这样我们的绿豆发糕就蒸好了，颜值特别的高。用这种方法蒸出来的发糕柔软香甜，淡淡的绿色，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吃。里边的组织特别的细腻，比蛋糕还香甜，还要好吃。一口咬下去，有红枣淡淡的香味，还有葡萄干酸甜的味道，口感超级棒，营养非常全面，做法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搅一搅，手不沾面就可以完成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粗粮细做，老人孩子都爱吃，用来当早餐、当主食都非常不错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